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赵丽颖与李庚希之间的李沁们难以撑起大女主之位。去年七叶雪宣布李沁饰演薛子叶时，网友纷纷表示赞赏，这在 IP 改编剧的选角上算是一件少有争议的好事。然而，随着七叶雪的悄然结束，观众对她难得主演的实力开始产生了一些疑虑。李沁是一位备受欢迎且不断有戏可拍的女演员，在降本增效和去腰部化的趋势下，很多偶像剧女演员有的转型去演大剧中的女配，有的则选择拍微短剧担任女主。但李沁并没有感到太大压力。某制片人向小鱼透露，如果不考虑男主，单看李沁个人，她参演的项目在平台的评分也有很高的机会达到 S 级。在过去5年中，李沁几乎每年都有超过2部的 S 级女主作品播出，完全不受行业波动的影响。在当今越来越注重实际业绩的环境中，这位女主角的作品不断。虽然一番淡剧相对较少的女演员，似乎显得有些不安了。在同龄的90花中，除了周冬雨、杨紫、迪丽热巴这3巨头之外，谭松韵的成绩也相当突出。而紧随其后的有像白鹿这样的沁类流量明星，以及不懈努力的李一桐。与他们年龄相近的85花们也正迎来事业的巅峰期。如今许多人提到李沁时，印象仍停留在7年前的《楚乔传》中那个傻白甜公主变恶女的反派女二元纯，或者是仅在每部剧中出现几集却获得2番女主称号的鸡腿姑娘林婉儿。在七叶雪中，她饰演的薛子叶被粉丝称作人生角色，不过剧集的知名度并不高，即便角色再适合，仍难以被人们所熟知。反而更被认可的是赵丽颖在获得2次金鹰影后时，微博上对多年前的合作伙伴李沁表示感谢。李沁为何有众多 S 级剧可拍，却始终缺乏爆款作品，只能担任演艺圈的最佳女配？她未来会像赵丽颖一样成为国民女演员，还是会像35岁以上的中层逐渐被演艺圈优化掉？李沁今年推出了3部作品，上半年的《追风者》和《庆余年》第2季，以及下半年的《七叶雪》。她的角色和作品在讨论度上呈现出明显的对比，形成了上下半年的不同局面。《追风者》是爱奇艺今年首部热度突破1万的剧集，同时也是首部热度过1万的谍战剧。在播出前，由于王一博向主旋律转型而受到关注，播出后则因男主角王一博与男2号王阳的白玉兰争奖事件引发热议。女主角李沁常被提到在网友讨论男性剧中的女性角色时，而最近她在豆瓣9.4分剧集《山花烂漫时》中饰演的兰西亚更加引人瞩目。饭碗 CP 是《庆余年》系列中吸引女性观众的撒糖利器。在《庆余年》第2季的演出中，李沁也遇到了类似的困境。尽管该剧无疑是上半年最受欢迎的作品，外表柔弱的林婉儿却成为男性剧中观众追 CP 的对象。她的戏份有限且不符合女性独立的舆论潮流，演员表中的名字甚至排在陈道明之前。虽然冠以2番女主的名号，仍然引发了不少的不配位的讨论。七叶雪是李沁近10年间拍摄的第2部一番女主电视剧，故事突出女性视角武侠剧这一亮点。采用1v3大女主模式，对女主的期待和压力自然也更大。爱奇艺站内热度最高为8170，超点页热度为8117，不能用粉丝偏见的角度看待爆扑，只能说效果普通，未能达到预期。热剧成瘾，演员难以承受。这种错位状态，让艺人陷入了一时无法提升的尴尬局面。今年的电视剧3大奖项白玉兰奖、飞天奖、金鹰奖全部结束，李沁凭借去年参演的《
严肃文学改编剧《人生之路》进入了飞天奖最佳女演员预选名单非正式提名和金鹰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现实题材的作品本身非常符合这些奖项的偏好，但李沁在预选和入围名单中的表现并未受到太多看好。就像她6年前因《白鹿原》提名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却毫无票数落选一样。李沁在90花中虽拥有现实题材剧和主流奖项的一时与机会，却在提名名单中始终是陪跑者。这种错位反映出李沁具备一定的国民基础，但并不算多。毕竟在3大奖项中，年龄最小的入围者是提名飞天奖最佳女演员的李庚希，00后艺人已经追赶上来了。关于李沁现状的看法，娱乐资本论 IT 随机采访了20位业内人士进行小范围调查，9人认为他外貌出众，但缺乏代表作；6人表示他有清冷或美强惨的角色标签；2人认为他是男频剧的女主角；2人觉得他与白鹿、孙怡和李一桐难以区分；1人则认为他有青衣标签。总的来说，标签显得较为模糊，甚至可能与其他艺人相关，存在竞争对手和替代品的风险。例如，清冷的标签使大众明白李沁为何能成为天选薛子叶，这体现了对演员与角色契合度的认可。同时，大家对七叶雪这种老旧小说和武侠小说的改编表示了一定的担忧。在某种程度上，七叶雪的播放效果在情理之中，但遗憾的是，一方面 IP 改编的难度确实不小，承受成绩的压力风险很高；另一方面，李沁也确实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个与自己形象相符的角色。不过七叶雪播出后，李沁最显著的出圈营销亮点便是清冷和美强惨，随之而来的是角色的不断更替以及个人标签的不断深化。这种错位感更像是李沁目前最大的问题，在缺乏更好选择时，只能依靠自己的特长，然后在一个相对安逸的圈子里自我限制。李沁无疑是影视寒冬中不需担忧温饱问题的女演员，简单来说就是降本增效并未影响到她。腰部剧被削减与她参与头部剧并无太大关联。她能够走到今天，外形、演技和性格都起了重大作用，自然也经历了一些波折。李沁的第一部电视剧是由李少红执导的《红楼梦》，该剧于2008年开始拍摄。她在当时的素人选拔中脱颖而出，饰演成年薛宝钗，这位从小学习昆曲的李沁开启了演艺之路。和许多《红楼梦》演员一样，李沁与李少红导演的荣信达影视签约，并相继主演了3部红色剧目。somewhat 类似于长信传媒演员被戏称为抗日剧专业户的情况。这位刚满20岁的女孩虽然不断拍摄抗日剧，却毫无怨言。性格上，李沁算是个乖孩子，尽管同龄的杨洋、蒋梦婕以不愉快的方式离开了荣信达，李沁依旧能够耐心地坚持。自2013年的《璀璨人生》和《千金归来记》，李沁踏上了漫长的狗血8点档都市剧之旅。随着港台导演北上内地发展，香港导演擅长古装剧，而台湾导演则以都市剧闻名，均以其强烈的戏剧性而著称。要了解多么狗血8点档，可以参考台湾导演林天一执导的《回家的诱惑》。李沁在2013年主演的3部作品均在湖南卫视和东方卫视的黄金时段播出，其中《千金归来》则属于今年最受欢迎的大女主重生爽文，与《回家的诱惑》中品如回归颇有相似之处。直到2015年播出的《幸福归来》，李沁依然维持着类似于《流星花园》中杉菜的杂草女孩形象，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无可置疑的大女主特质，这些恰恰是荣信达项目的特点。对李沁而言，
优势在于可以凭借公司资源持续担任女主角。相比于九十花中的迪丽热巴，她在2013年才拍摄第一部女主剧，2015年才因《克拉恋人》中的女二号而被人熟知。而谭松韵则是在出道11年后，2016年才正式开启自己的第一部女主剧《最好的我们》。因此，李沁似乎显得非常幸运，只需听从安排，便能获得不断的女主剧资源。不利之处在于过于依赖公司的指引，与几轮时代红利的机会失之交臂。第一次的邂逅发生在2014年，《古剑奇谭》与2015年，《花千骨》掀起了仙侠与 IP 热潮。众多女演员察觉到这一新机遇，纷纷蜂拥而至。九十花中的顶流演员杨紫也成功获得了《青云志》中女二号陆雪琪的角色，从而实现了转型。在原著中，这个角色是男主张小凡心中的白月光，其受欢迎程度与女主碧瑶不相上下。据悉，李沁、杨颖、唐艺昕等人都曾试镜该角色，最终面试失利的李沁则回归了传统都市剧。第二次擦肩而过是在2017年，流媒体的迅速崛起开启了网剧精品化的时代。彼时的李沁因听话受到李少红的推荐，参与了《白鹿原》的拍摄。虽然田小娥的角色很不错，但因停播和观众喜好的转变，该剧的口碑虽佳但收视不理。从《白鹿原》起，李沁与新力传媒签下了几部影视合同，后来因《斗破苍穹》和《庆余年》系列而走上了男频剧专用女配的道路。这两次与时代的擦肩而过，对李沁至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她参演了许多热门剧集，却依然没有出演过仙侠类或是网络感十足的细分网剧。她比较明亮和成熟的形象在迈入35岁之际，已不再适合受众较年轻的纯网剧。李沁诠释的田小娥减少了几分妩媚，增添了更多的冷艳。一个与之对立的例子是，曾在传统电视台时代毫无优势的娃娃脸谭松韵，在年轻化的网剧领域却受到热捧。继口碑校园剧《最好的我们》后，她主演了甜宠鼻祖之一的《狐狸的夏天》，而与李沁类似，早期出道，一直在狗血都市剧中饰演受气小媳妇的张嘉宁，通过男频剧《唐专》成功转型至网络剧。近2年凭借娃娃脸在分账剧《一闪一闪亮星星》中再次稳固了甜宠剧的发展。年轻化的垂类网剧在目前看来，似乎不如李沁主演的多数大众 S 级剧更具价值。但在这个类型化精品短剧、高概念剧和创新类型剧备受欢迎的时代，垂类网剧的经验积累必将为他带来更多选择。遗憾的是，他与时代擦肩而过。青衣李沁，未来是宋佳还是曾黎？李沁是90后花旦中最早被称为青衣的艺人之一。青衣女演员的表面理解是可以出演现实题材的作品，无需担心因年岁增长而难以转型。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习惯了花旦和偶像剧的女演员才需要辛苦转型以拓展自己的戏路，而李沁则恰恰相对。台偶教母陈玉珊所掌舵的虐心古装剧《狼殿下》，接着是大女主古装剧《锦绣南歌》，还有民国奇幻剧《请君》，以及正在制作的权谋古装剧《一笑随歌》，甚至包括军旅剧《爱上特种兵》。李沁也曾尝试过娇俏、甜美、可爱和搞笑的花旦角色，数据确实没有问题，但却难以形成热卖，就像他本人所处的境地。虽然优于大多数，但要再进一步，却始终无法前行。另一方面，从杨幂、刘诗诗等85大花到杨紫、迪丽热巴等90花，可以看出，想成为花旦确实需要流量的支持。除了演戏本身，这也能为个人及作品带来商业利益。目前，李沁的商业代言仅有一个中高档休闲品牌 Tommy Hilfiger， 偶尔会与一些轻奢品牌合作，
但几乎没有重要的头衔，这样的商业资源可以说是相当匮乏。那么李沁是否不愿意成为花旦？在他的昆曲演员生涯中，他的角色本是闺门旦，但他的基本条件在花旦中竞争力较弱，而青衣或清冷角色的竞争可能相对较小。在演技方面，李沁虽然并非顶尖，但他有着明显的特色，比如美强惨角色和哭戏，他的团队对此十分清楚。因此，在七夜雪的超点夜，李沁的微博热搜名为“李沁越虐越美”。然而，美强惨本身就是偶像剧衍生的一种特殊设定，只在某些极具戏剧性的情节中凸显。李沁恰恰擅长这种剧烈的戏剧性表演，尤其是在悲愤、痛心和绝望等极端情绪的表现上，他的哭戏掌握得非常自如。从早期的狗血八点档都市剧到现在的古装偶像剧，这些他的舒适区优势能够掩盖大部分短板。他的短板在于，在许多超脱古装偶像剧的现实题材和带有生活气息的现代剧中显得不够放松。例如，在《人生之路》中，有网友评论他说话过于呆板，像是在背诵；而在《爱上特种兵》中，则有人认为他假装活泼可爱。这种不放松，一方面源于近7、8年来对古装剧的偏爱，使他习惯了古人特有的微妙架子，具备了戏曲演员的表演习惯，演起古装剧时这种挺拔的姿态非常熟练，但逐渐忽视了现代剧和生活流表演中的放松感。另一方面，许多古装剧的港台导演对演员的表演要求较低，他们更重视拍摄效率，因此只要表演过得去，便会继续拍摄，没有调整演技的说法。而对表演要求严格的导演，大多是内地年轻导演，他们更热衷于创新的、强类型化的高质量剧作，但这些恰恰是李沁难以进入的领域。李沁本人是否打算跳出舒适区，勇敢迎接新挑战？的业内人士透露，李沁对综艺和访谈并不擅长，也没有显著的特长。这些因素使得他更适合藏身于角色之中，专心于表演。在剧本的挑选上，李沁并不缺乏优质的 S 级剧本提供，仅是通过身边年轻的经纪人和宣传团队进行筛选。而他的工作室在过去5年里经历了2位经纪人和4次宣传团队的更换，流动性很大，专业性相对较低，以保守为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影视行业愈加强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要想达到赵丽颖或孙俪的水准，剧本的选择至少需要专业人士经过多轮评估，再结合艺人的个人意见来做最终决定。几年的古装剧配角女主经历后，获得奖项提名依然留在古装剧领域。2023年推出现实题材的作品，2024年将发布古装剧，步入不少85小花的老路。若想坚定地做青衣，又不想拓宽类型剧的发展，或许需要一个熬字，熬到40多岁。可能成为豆瓣9.4分的《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所饰的宋佳，也可能成为早年4大青衣中唯一活跃的曾黎，维护着曾黎好美的话题，在每部偶像剧中饰演女主小花旦们的母亲。